苏医生，哎，严主任，什么事？我问你啊，看见霍思淼没有？霍思淼啊，他那个，今天好像没来。怎么没来呢？啊，这样，你看见他，让他到院办找我。好。不一样，真是不一样。我本来以为这里会血流成河，所有人站在这儿都像如临大敌一样。其实到了这儿才发现，这儿这么安静，像世外桃源。按你说的，这儿既不是战场，也不是屠宰场，怎么可能血流成河？我们这是一份宁静而专注的工作。我还以为病人躺在这儿，看起来会特别恐怖，然后特别狰狞。其实什么都看不见，就露那么点儿一小块。我心里的舒服多了。我想，如果我妈是这样躺在这儿，我也能接受。小霍，哎，后背痒痒。哦，好，右边，这儿，右边上面。好。你放心，等你妈做手术的时候啊，她躺在手术台上，我就像对我妈一样。你敢给你妈做手术？哎呦，我妈好点。行了，好啊。哎，你们这是在干嘛呀？给她挠痒痒。哦，是这样的。她在做手术，又不能自己挠。我做手术的时候，别人也跟我挠痒痒。哎，我能看看那个显微镜吗？那可不行。你看这画了一个蓝圈了吗？这就跟那个孙悟空拿金箍棒画的那个圈是一样的啊！不允许在里边的人是绝对不能进的。这样吧，我带你看看那个显示屏啊，只要你不害怕的话。哦，是这样的呀。对，真好看，这里边像外太空一样。哎，这个呢？白色的这个水晶是什么东西？瘤子。到底是搞艺术的啊！这形容起瘤子来都是外太空啊、水晶啊，这么美啊！哎，你们还是打算要做吗？他妈妈的手术啊，反正是我做，也不是你做，你别操心。恶心了吧？啊，不看了，走，出去。霍思淼，院办袁主任到处找你呢，他肯定要骂你了，早上你是铁青的。来了。喂，主任，是我刚才不是做手术手机关机吗？好嘞，我马上找你去。这女孩谁呀？她是地下工作者。再见啊！给我，我还没穿够呢。你还穿？再穿我就得脱了。我去手术室被发现了，会不会给你带来很大麻烦啊？麻烦大了。哎呀，要不是手术室门口你亲我那下我没忍住，要不然不会把你带到手术室的。那就回你妈那儿吧，放心没事。那好吧，
谢谢啊。拜拜。母亲，快来救我呗！我把可能是你未来儿媳妇的人带进手术室了。钱花，你这简直就是无法无天啊！竟然私自把人带到手术室，你眼睛里还有没有规章制度？还有没有这个王法？这医院是你们家开的，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你还进？老严，我得说你，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身体。哎呀，还来喝点水消消气。你说这全院啊，哪个房间不开空调？人家都开着，就你连个窗户都不开。你消消气儿，多大个事儿啊！我不是第一次把人领到手术室。哎呦我的天哪！做实习医生的时候就这样啊，怎么现在还这样？几年了？10年了吧？你怎么就没有一点长进呢？连泡女孩子都没长进。你10年前就是院办主任，现在你还是院办主任，有进步吧？我这是因为这个医院里面像你这样的混小子太多了。我想走啊，我走得了吗？老严，别老拿老眼光看人，你这次真的把我看错了。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医院为什么医患关系如此之紧张？那就是因为病患家属根本不了解手术的过程。这次我是牺牲了我自己，我亲自做了一个实验，我把我的女朋友带到手术室，我让她亲自看一下，让她看一下她妈妈未来怎么做手术，对吧？结果表明实验结果非常良好。我现在就正式的向院办提出申请，我建议咱们医院每个星期举办一次手术观摩，让病患家属亲身的看一看他们的病患有可能是怎么做手术的，这样又能降低心理压力，又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认真工作的，好吧？我说不好啊，你说来说去就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该多。要是这个医院里所有的医生都把女朋友带到手术室去，我们怎么工作啊？要是所有的医生都像你这样，把你当作示范，我怎么去批评别人啊？我还要这个规章制度做什么？好，你是管制度的，我就跟你聊聊制度。我每次出急诊，我到楼下停车，那个门卫永远跑到我车门口，光要10块钱。你为什么不规范一下门卫制度？我要像他要求那样，我把车停在地库，我再跑上来，我跑到急诊室20分钟，病人早死了。孙夫人，你怎么来了？老严，谁来过？你不要转移话题啊！对，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那是一个主次问题。如果政府不管拆迁，不管钓鱼，整天盯着市民该不该穿着睡衣上街，那不就是主次不分吗？好，我跟你聊主次，跟我谈钱是吧？跟我谈钱。我看一个急诊2块，一个停车费10块，我看一次急诊赔8块，我照这么混下去，开车的，门卫，开电梯的，挣的都要比大夫多来，对吧？我现在当大夫跟当奶牛差不多，我吃的是草，挤的是奶，你就不怕全院大夫挤出个乳腺炎？你说我们俩谁在批评谁？你在批评我啊？我才说了你一句，你噼噼啪啪像开机关枪一样，说的我体无完肤啊！好，我们这些管理者不行是吧？那这样，我这个位子你来坐，让给你。孙夫人好。孙夫人好。孙夫人好。
孙夫人。年轻人，不要把眼光总是盯着自己，要有整体观，要有全局观。你记住，这个世界的中心不是你。哎呀，大姐，我说老爷，这屋子怎么那么热呀？连空调都不开，你这是省电呐？大姐，来，坐。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淼淼可是个工程之后啊。她的父母为我们的医院曾经立下过汗马功劳。是。你看见医院门口那挂着的用红字写的牌子了吗？那些红色都是这些忠肝义胆的烈士的鲜血染成的。我知道。其实我们苗苗有什么不对，那你也不应该。关子呀，午饭吃了没有？妈，我这一直在上课，哪有时间吃饭呢？简直是瞎胡闹！犯什么错误，都比不上不吃饭的错误大。你要是闹出个胃病来，你真是气死妈呀！妈，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我一会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约会，我要跟一个闹矛盾的病患啊谈一下。那你还在这磨蹭什么？还不快去啊！不合适吧？这个主任的话没说完。没事，你去，没事。就别管那么多了，哪怕是开会啊，赶紧去，给我先把饭给吃了。好啊，不给您添乱啊，给您这扇子。走了吗？记住啊，一定得先把饭给吃了。好。主任，去吧。好。行，来，坐。哎呀，大姐，吃饭了没有？你以后要到医院来，你就给我打个电话，我派车来接你不就完了吗？对了，我给你泡杯茶，我这有好茶，太平猴魁的。不用了我喝了茶晚上睡不着觉。那睡不着是不能喝茶。那多喝点牛奶。大姐，我老婆就要求我每天要喝牛奶，她说这是补钙，壮骨，强身健体。这是我朋友送我的，你要不嫌弃，你拿去喝吧。难怪呀，最近我发现你们夫妻两个气质就是不一样原来是喝牛奶喝的是吧？那我到时候就不客气了啊。大姐，你的身体也挺好的你刚才进来那几步整个就是健步如飞。大姐，是不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了？我今天我还真没批评淼淼，真的，我还没说他呢，他就说了我一大通说我们这个制度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大姐，你得帮我说话。你说我虽然不是什么烈士的后代，可我为了这个医院，我也奋斗了20-30年我怎么说也算是一个工程吧，是吧？关键是我也是孙局长手把手教出来的嘛。话不能这么说，衡量工程的标准是个硬标准就跟高考答线不答线是一个道理你答线了，你就是工程；你没答线，你就不是。你就是有再大的贡献也是应该的嘛。拿这份工资就得对得起这份钱。对，那怎么才算是答线了呢？当然是生死线了。老爷，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今天要死在工作岗位上，你就是因公殉职。这因公殉职，那你就是烈士你的后代就应该得到照顾，哪怕是无原则的。你答线了吗？
那我还是不搭线的好。我这么维护淼淼啊，不是做给他死去的爸爸看的，是做给活着的人看的。至少他们就可以放心了啊！以后有个什么的话，他们的子女医院会照顾得很好，他们就可以放心的去了嘛。啊？那我的孩子还是我自己照顾，也免得给组织上添麻烦，是吧？啊，大姐啊，你的意思呢，我基本上是清楚了，就是要尽力的维护淼淼，啊，哪怕他就是犯了错误，也不能随意的批评，是不是？不是说他犯错误不能批评，他有什么不对，你可以告诉我，回家我批评他啊。人民内部矛盾嘛，啊？对。啊，对了，他今天又犯什么错误了？把女朋友偷偷的带到手术室去了，还冒充是上面的领导来视察。你说这个哦，女朋友啊？啊！哎呀，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还带到医院来了，那就说明这姑娘不是我们医院的。对，不是，起码符合我的4不要求。哎，那你快跟我讲讲，哎，这姑娘是谁呀？啊，长得什么样子？大姐，你看我是院办的，不是婚介的，你问的这些我都不清楚。我就知道，老爷啊，不是我又要批评你，你也是位老同志的，啊，这么大的事情在你眼皮底下，你怎么能不闻不问呢？问啦！哎呀，我刚才你应该把他找过来啊！第一件事情就应该问他，哎，他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你是说这个？当然了。那回头我给你问问吧。这就对了。非常能够理解你们家属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年她还年轻，丈夫就没了，家里是不是还有2个孩子呀？孩子多大了？一个8岁，一个10岁。孩子年纪也小，我们表示同情啊。咱们今天坐这儿呢，就是要解决问题、谈问题的，尽量把这个问题呀，损失呢，把它带一带。反正我是不能接受。这不是你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这是我们手术中无法避免的意外。意外？我就是不能接受你们意外这2个字。所有的病患呀，都是不能接受意外这2个字的。这一点我们医生跟你们病患是一致的，我们也不希望有意外。无论我们怎么避免，意外这2个字啊，这个发生还是有一定概率的。概率？啥叫概率啊？这个手术前跟你们商量好的，你们签字我们才做的手术啊！放屁！不要狡辩！你们把我们老婆害死了，我们是来看病的，什么意外？我们不是来种死的。俺们弟弟那么年轻，你想做，他们医院里不到2天呢，你们就给弄死了。什么叫我们弄死的？弟弟没有病，来这儿干什么呀？哎，你怎么这么说的？你什么态度啊？啊！哎，你冷静好！哎，怎么能打人呢？喂，保卫处吗？我们也不想把病人救死人，是不是？不能把病人救死人，是不是？谁也不想把病人救死人，我也不是。
该怎么办呢？这部分叫脑垂体，这个部分叫脑干。你母亲的瘤子就长在这2个部分中间。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瘤子从这儿拿掉。不，曾医生，这太专业了，我们这老百姓哪懂这个？你就告诉我这个到底有多大把握？这个嘛，怎么说呢？你母亲这个瘤子从片子上看是良性的，如果处理得好的话，术后应该恢复得不错。行，那我知道了。哎，正好，通知您一下，半个小时以后，您和所有相关家属，咱们去趟会议室，我们要进行一次详细的术前谈话。这太麻烦你了吧，会长？不，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半个小时以后见。行，好吧，我知道了。那什么啊？主任找的有事儿。好。哦，茶杯拿来。啊？坐呢。这么看着我干嘛？我又没惹着你。我的眼神有力量吗？不是力量，是充满敌意。这叫震慑力。咱俩又不是阶级仇人，你这么对我干嘛？哎呀，像你啊，永远这么堆着脸跟别人笑的话，早晚有一天就跪在别人面前哭。跟病患家属谈话，像你这么谈，如果手术成功了，什么事都没有了；手术但分出一点点意外，你就要上法庭了。那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怎么跟人说？要过五关斩六将。过五关斩六将？过五关斩六将，是我对和病患家属谈话整个流程的一个概述。经过了这个流程以后，依然决定做手术的病患家属，才是真正有心理承受能力、合格的病患家属。我靠！当个病患家属还得合格？你以为做个手术是小事吗？何况是脑部手术。哎呀，我让你见识见识久未出山的二师兄是怎么过五关斩六将。给我拿着杯子。行。你坐好。哎，你们好，坐。病患家属都到齐了吗？到齐。这我父亲，这我妹妹，我是患者的儿子。好嘞，坐。好，坐。这是咱们这个必要的术前的一个程序啊。张翠芝明天就要手术了，在手术前呢，我们要进行一次谈话，把这手术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和手术后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有一个详细的认知。一般这种谈话我们都不让病人在场，以免让病人在手术前有过大的心理压力。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瘤子，咱们这个瘤子叫胶质瘤，也就是俗称的脑癌，现在是世界性的难题。这个病是无法根本治愈的尤其咱们这个肿瘤长的位置非常的麻烦，它长在脑部正中间的位置，在这里神经血管非常集中。打个比方跟您说，就像一棵大树，它在主干的位置上，周边才是枝枝杈杈。在这个部位有很多非常重要的脑组织结构，比如说颈内动脉，脑子里最粗的血管；视神经，管看东西的神经；下丘脑、垂体等等。这些非常重要的脑组织结构，一旦在手术过程中产生创伤的话，
就会引起手术并发症、术后后遗症，严重的有可能导致死亡。胶质瘤是恶性肿瘤，有复发的可能，几年内，有可能1、2年内，它就又长出来。所以有的时候病人觉得这一刀好像白开了，开完了它又长出来，长出来还得开，反反复复。在我们医院，有开过5、6刀的，最多开过7、8刀的都有。所以对于这个肿瘤的复发性，我们家属要有一个准确的认知。在手术过程中还有很多的难关，我们现在讲第一关叫出血。医生，我们知道你们远山医院是全国最大的看脑子的医院，我们才千里迢迢来到你们医院看病，我们相信你们。是啊，我们相信你们。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啊，因为有很多的病患到我们医院来做这种手术啊，都是因为相信。但是并不是说心诚手术效果就好，我们现在对病情和手术的整个过程，我们一定要客观对待啊。我先把这个手术的过程简单的跟你们介绍一下。先要把头皮打开，把头皮切开，切开以后把骨头取下一块，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见脑膜，脑膜切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大脑。大脑我们要一点点的牵开，一直牵到它正中心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肿瘤了。肿瘤的外面被血管和神经一层一层的包着，就像蜘蛛网一样。周边还有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在手术过程中，如果这些组织结构被破坏的话，就有可能发生非常严重的状况，比如说植物人，更严重的有可能导致死亡。大多数的手术意外是由出血造成的，所以出血状况是非常危险的手术中出现的状况之一。比如说动脉出血，因为血管的压力非常非常大，一旦出血的时候，这个血噗一下喷出来，我们在手术中发生的状况，有的时候还会喷到天花板上。还有因为肿瘤导致的出血和肿瘤自身出血，风险都非常的大。那医生有没有办法避免呢？不能避免。手术本身就是风险，这一刀开下去，意味着一路的破坏。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在脑袋上动刀，对吧？一定是病灶的风险大过了手术风险，我们才做这个手术。但是我们对手术风险一定要有准确和客观的认识。脑水肿也是手术中常常出现的状况之一。第3关是癫痫，癫痫就是我们俗称的羊癫疯。肿瘤、创伤、血肿、水肿，甚至于炎症，都有可能诱发癫痫病的发作。我刚才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手术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你们回去要详细的看一下这份知情同意书。手术不是一件小事儿，需要我们整个家庭对手术有一个共同的认知，我们才好做这个手术，好吧？那我们回去看看，再想一想。回去看一下啊。
好，再想想啊。哎，二师兄，佩服佩服。哎，不过这个也有点太狠了呗呀。态度决定结果，你要记住，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我们都要记住，空即色，即色即空。你只有做到这一点，你在心理素质上才具备独立行医的能力。把东西都收起来。好。空即色，色即空，空即色即色即空。何水，何水，谢谢。哎，你那本戏真的假的呀？啊，下回叫我过去吧，真的不用给我钱，我演医生。尴尬。何老师，回来了，你说什么呢？问我拍戏的事儿呢。别理他。你怎么在这儿？我去看了一眼我妈，但我心里特不放心你，我就过来看看。你没事儿吧？嗯。下午的事儿啊。啊，没事儿。这种事儿我常干。真的吗？偶尔。害我白白担心一个下午，我就害怕万一你为了这个事儿受到处罚，那我心里得受到多大的谴责。哎呦，我很有可能因为这事儿受到一个严重的处分，也许医生以后就做不了了。你怎么办？以身相许。你饭相许行吗？就等这句的。晚上吧，泰国菜。好吧。好。那你在你妈那儿等我。好。下回来不跟她说话。啊。那晚上见。好。早点来啊。哎。拜拜。啊。天随人愿，及时结束战斗。我可以去赴 VIP 的饭局了。是啊，难得能够准点下班，可以到医院去看楠楠了。最近不好，又住院了。哎，那你 VIP 去哪儿吃饭呢？镇宁路的泰国餐。知道哪儿啊？挺贵的。好马配好鞍，好女配车3。要是请梅小户的话，请小龙虾就行了。嘴也太损了，对自己的同志不能这样。就是因为自己同志熟。那霍老师，急诊那边来电，大型车祸，重的拉来了，轻的还没拉过来呢，让咱们赶紧过去。你去看楠楠吧，我去。文果，又来急诊了，大型车祸，我看回不去了。好吧。片子出来了。
喂，听见说话吗？叫什么名字？头颅 CT。硬膜外血肿，马上手术。好。我让他们准备手术室了。麻烦你帮我把这2盘菜再热一下。好的，谢谢。我这星期都爽约3次了，幸亏小雷是咱们这儿的护士啊，我就算不去，他也知道我在哪儿，他顶多就是附近的小店逛一逛，等等我。实在要是等不到的话，那我就主动要求加班陪你。我们在手术室谈恋爱好了。你今天那么辛苦，怎么不回去啊？赶紧回家休息吧。我刚才看见救护车呜啊呜啊的往这边开，我就知道出事儿了。你做这个手术还不知道做到几点呢，没准得到半夜了。那我还不如过来帮你的忙呢。你这哪是帮忙啊？你分明是扰乱军心啊！我们这儿人手够啊，不需要你假公济私。再把灯调一下，拉低一点。嗯。好，双击加强。嗯。怎么样？我对革命还是有贡献的吧？啊？天呀，这个人还有救吗？有救，没救我们这么折腾干嘛？辅助！我怀疑今天晚上根本没辅助，所有辅助都上台了。来啦！你还别说，要不人怎么说这个啊，打仗亲夫妻，上阵父子兵呢？你这女朋友还真有点用。对不起，今天真的不是故意迟到。哎呀，我下班之前把书包都准备好了，结果一出手术室就出现一大车祸，能动号的大夫全去了。反正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跟我约会总挑这种地方了，既像餐厅又像酒吧呗，多晚都有饭吃。不过你没来，我也习惯了，我就自己看看杂志，也不着急。但是你是不是对这种生活已经非常的有经验了呢？这都是我前女友反馈给我的信息，所以至今我仍沿用这个餐厅。
要是别人在我面前说前女友，我肯定会觉得他们吹牛，但是你我好像不会。没有夸我自己的意思，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挺失败的。你想想，都这个岁数了还没结婚，对吧？一定恋爱不顺利。那你跟女孩如果约会总迟到，少则半个钟头，长则遥遥无期，打电话没人接，发短信也没人回，谁也不可能跟你约会超过3次吧？